大家好，我是北大舍菲斯。上一期的内容我们说了，宙斯化作了一阵雾，带走了伊俄。关于宙斯的情人，今天我们说最后一期。这一期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劲爆，虽然依旧是宙斯化身禽兽的老桥段，但是两人结合后诞生的产物却有些与众不同。关于这个题材，文艺复兴的三杰都画过，还有诗人专门为这个事件写过一首诗。最关键的是，其中的一位后羿成为了希腊神话中一个大事件的导火索。这个题材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红土陶罐上，在后来的古罗马时期，庞贝古城出土的废墟中也曾挖掘到同题材的壁画。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，文艺复兴时期，达芬奇也曾画过这个主题，不过原作已经丢失了，只留下几张草稿。我们先来看一幅达芬奇在1503到1507年画的一张素描。看了之前视频的朋友就不用我多说了，大色配宙斯这次是变成了一只天鹅，而旁边的女子就是被勾引的女主勒达了。你再看草图的左下角，似乎有几个孩子的形象，虽然不是太清晰，但是大体能看出人形。好家伙，这次宙斯算是发达了，一下子添了4个子嗣，而且孩子的旁边还有蛋壳，这是啥情况呢？难道孩子是从蛋里孵化出来的吗？背景大体可以看出是野外，但是看不清是什么植物，毕竟只是一幅草图。那么现在看一下后世的临摹吧。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米南的画家塞斯托的作品，是一幅临摹达芬奇的。达芬奇曾在米兰混得风生水起，所以当地的画家来模仿他的画也是无可厚非的。画中的女子头发略有凌乱，但却充满了达芬奇式的微笑。微微隆起的腹部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女子形态。她侧头看向地下，眼中充满了慈母的感觉。在2个裂开的蛋壳里刻有2个孩子出生，看来是个双黄蛋。她的左手搂住旁边的一只大天鹅，大天鹅的翅膀也揽住了女子的腰部，正色眯眯地抬头看向女子。近处的背景现在可以看清了，原来是香蒲，这是一种象征着新生和丰收的植物。看来也的确如此，有孩子的新生，而且一下子生了4个，还真是多产。远处的风景朦朦胧胧，使用了达芬奇的晕涂粉，总的来说还算不错，但是对于人身体的轮廓就表现得有些差强人意了，因为线条过于生硬。达芬奇同时代临摹品有好几幅，除了其他画家之外，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也创作过这个主题，不过前者的原作也已经丢失了，而拉斐尔画的也是一幅没有完成的草图。那么勒达到底是谁呢？他是当时的流亡的斯塔巴国王颜达瑞俄斯的妻子。这位国王受到兄长的迫害，于是逃到了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王国。这个王国的国王非常赏识他，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勒达嫁给了他。据说这个勒达是当时希腊非常有名的美女，但是娶了美人的颜达瑞俄斯有些得意忘形了，忘记了向爱与美之神阿弗罗狄特来祭祀，于是迁怒了这位女神。据说他是把妻子放在一个小岛上，安排了一些仆人来服侍她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宙斯变成了一只天鹅，阿弗罗狄特呢就指使了一只鹰来追逐这只天鹅。宙斯在逃跑的途中经过了这个小岛，发现了正在沐浴的勒达。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上面头发凌乱的勒达和2个裂开的蛋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说实话，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宙斯的本领，他自己不仅可以变身一只飞禽，竟然也能让他的后代从蛋孵化出来。前面我们说米开朗基罗的原作已经丢失了，但是鲁本斯又在临摹版的基础上临摹了2幅。不过鲁本斯的作品已经非常具有巴洛克风格了，强烈的明暗对比让画面的主题跃然纸上，天鹅和勒达纠缠在一起的场景也让整个画面显得更有故事性和动感。天鹅张开翅膀，而长长的脖子贴着勒达的身体，一直触碰到他的嘴部。这些曲线构图的运用让你感觉到2个物种竟然相当和谐地交融在一起。到了洛可可时代的布歇，他画的勒达和天鹅足以让你三观尽毁了。为了不被和谐，画作我就不放在这里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索这幅画。关于这段人鹅恋我认为是宙斯所有的勾搭中最为你情我愿的一桩。之前的几桩要不就是被强迫，
要不就是被动接受。对于达拉厄来说，他恐怕根本没有机会遇见过什么男人就被关在高塔里了。宙斯啊，可能是他遇见的第一个男人。虽然没有他的五色祥云而来，但是一场黄金雨也足够惊艳了，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位憧憬爱情的少女。但是勒达就不同了，她被安置在一个小岛上，基本上算是与世隔绝了，身边只有一些仆人，她的丈夫也不常来，说句难听点，和一位深宫怨人也就差不多了。所以宙斯到来实际上是解放了她。后世关于这个主题的创作基本上都充满了性的暗示，但是我认为最初的愿景其实是人性的解放。正如我们前文所说，在庞贝的壁画中曾出土这个主题，但是当这个主题再次被艺术家捡起时，已经是千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了。文艺复兴推崇的是什么？当然就是人性的解放，思想的解放，让文化重回古罗马、古希腊时代。虽然初衷很好，但慢慢的就解放的有些过头了，就变成了色情。现在我们回到天鹅蛋上，勒达生了2个双黄蛋。第一个蛋是一对兄弟，名为卡斯图尔和吕波克斯，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兄弟，在死后变成了双子座。而另外一个双黄蛋是一对姐妹，分别是科吕泰涅斯特拉和海伦。前者是希腊最恶毒的女人，和自己的小三一起把自己的丈夫麦西尼国王阿伽门农害死了。而海伦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知了，她是当时希腊最美的女人，那场历时10年的特洛伊战争就因她而起。最后给大家推荐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的一首诗《勒达和天鹅》，英文好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去看原版，翻译版呢我推荐余光中的版本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《勒达和天鹅》就说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不知道对于这个主题的创作你有什么感想？你觉得在思想解放和所谓的色情之间，他们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？欢迎你给我留言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